模具号称工业之母，不管是一般的生活用品还是精密机械，都需要冲模具才能大量生产。机械是所有应该是每个行业都会用到，即使是你是什么 IC 设计，它都要机械来做出它要的东西，它可以涵盖的面很广，要做就做世界级水准的东西。所以我们发展出很多独特的技术，那能够技术升级，增加它的竞争力。一个是针对一样就是做冲压模具的，另外一个是针对冲船在做自动网吧设计这一块，事实上是领先世界的技术。业界来看的时候，要求它的时间要快，成本要低，品质要高，刚好这个模具自动设计可以达到这个地方。现在更具体的效果是什么？现在就是少子化，公司留下一些知识跟经验，透过这个模具系统，事实上可以把一些知识累积下在电脑里面，那公司就不会因为人离开了，这些知识都不见掉了。最重要的经验是什么？制模的时候发生问题点，记录说怎么去解决，这些是很重要的知识。所以最近我们也在做，把这个知识把它上到电脑数位化下来，希望说透过我们电脑人工智慧把一些知识萃取出来，他在设计之前就先看一下知识说，我在设计的时候会发现哪些问题，就能够避免哪些问题。另外有些可能是在知识方面的东西，那透过这个系统，事实上可以让整个知识，让整个设计更智慧。冲压传统认为是一个黑手的行业，现在很多你有一些电脑辅助设计、电脑辅助分析的方式做出来的品质，可以事先就能够预测。一个是用的工具它是比较先进的，精密度要高，所以它的环境不再是以前的黑手那个行业到处脏脏乱乱的，不是这个样子，而是它一定要很干净。希望钣金抽压这个技术水准能够比较高，另外它的附加价值比较高。目前我们集中的方向基本上包括说半导体行业、航空产业、航太空产业、汽车产业，这一些都是附加价值比较高的产业。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吸引学生真正做到这个地方。人才培育这一块，大二暑假我会要求学生到工厂去实习，我让他完全了解说工厂整个操作的流程。在大三的时候上我们的冲压模具设计跟冲压模具分析的课程，那这个东西就会用电脑辅助的软体去把这个理论方式怎么应用在冲压模具的设计跟分析过程里面。最后一步骤基本上是他在大三下跟大四的时候，我们实务专题是都是透过一个产学合作计划，让学生实际去演练怎么去把产业的问题透过理论方式去把它解决。那我觉得透过这3步骤，学生学起来的程度就很扎实的。我们现在的研究生基本上当然他也做产学合作计划，每个毕业研究生除了他的硕士论文以外，我希望说他能够开发一副真正业界在使用的模具，真正能够量产，这个跟 paperwork 去做那差很多。所以身边学生训练出来也很扎实，做出来的东西不要跟业界脱节。我要求他从整个业务阶段到最后产品出厂，整个过程里面我要他准备的资料很详细。我除了要求他要这个专业知识以外，我也要求他们要做很好的沟通表达能力presentation 的能力。我们是玩真的，我们不是玩假的。表达能力事实上也是这个实验室培养很重要的一部分。我比较常讲的一句话说，你有技术能力100分，表达能力是0分，你乘起来基本上就是0分。做研究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在整个研究过程里面，我大概会有一个标准程序，先让他们学习比较基础的，照着前人的角度去把这个整个工具做出来。我先不要想说它有什么创新的，完了以后开始做创新。我们事实上是希望他是去 paper 找出一些不同的方式。每一个在做的时候，我一定是说一个步骤它很扎实，每一个步骤我要确定说我这样做对不对，我这样做是不是合理，做出来的东西是不是符合我们所谓的物理现象。要能够符合物理现象，你才可能是对的。你要创新，事实上要绞尽脑汁，因为现在很多发展的东西以前我们没有经验，那学生也没有经验。我现在跟学生在讲的时候，你不要担心什么，你试着去做，即使做不出来没关系，你可能在这边你可以发展出发现你自己以前不知道的潜力。我们脑袋一直在转，有时候转的时候可能太疲劳了，它就疲乏了。我会休息几天，压力没那么大的时候，
它可能就是转出一些好的方式。另外一个是我本来发展出一个好的技术，不过它这技术用在新的方式，它又产生新的问题，可能能够解决方式可能20种方式，我20方式就同时下去处理，一次。那一阵子试了大概10几个20方式，结果就把这个整个问题就解决出来，拿到美国专利。业界合作的时候，除了培养我们学生，我们也帮业界信任他一些比较新的技术。公司一直在成长的时候，你们现在学的技术，你可能要用40年，这一段时间的知识是要透过中心学习处理的。业界如果没办法去培养你的话，你只能透过学校去训练你一些比较新的方法、新的知识。要跟世界做竞争的时候，一般业界还是碰到瓶颈，就是它就只能从国外把技术引进上来。那学校老师，我觉得应该在这一方面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了解世界最新的技术是什么，我去把那个技术发展出来，那能够技术移转给厂商。博士毕业以后，我就到中华汽车服务，学到很多的管理的知识的能力。不过，因为台湾那时候的汽车行业基本上不注重于研发，那事实上我最强的地方是这样子做研究发展，我的能力就没办法发挥。理性思考，就是我才转换到信坛这边来。当老师从来就不是我的志业，那能够当老师20多年来，事实上这个地方也让我发光发热。人生是一条甘霖岛，你下了决定以后就不能回头。不过从这边地方我也学到说，你在人生这一辈子走的路，事实上都没有白走。前面的一些经验，事实上就是造就后面的成就的养分。做产业链不是说我自己做好，我管你其他人是什么样子。一块钣金搞不好是，大家如果合家来做，大家有很好的规划，谁做什么的时候，这一块钣金可以卖到500块。结果如果是大家互相拆来，每个人都要抢的时候，剩下200块，那中间300块的利润基本上就不见掉了。本来是一个蓝海的园地，结果大家都杀到红海去了。台湾在这个环境里面，人数不是那么多，不过台湾有它的优势。我希望说，我们是不是能够整合产学、产官学研的资源，那组成一个台湾队来打世界杯？